大家好，我是朱丽花。今天3月19号，我想介绍给你们，法国目前的情况。你们应该都知道，法国现在已经禁足令了。其实我一开始就会怕法国人不会听话的，然后还是会出去的，因为法国人早就失去对政府的信任，所以其实到现在还是会有人就不会相信 COVID-19 是真正的事情，是真正的病毒。有些人会觉得是政府在骗我们的。禁足令其实是不让人出门的，但是还是有一些情况下还是可以出门。其实有5种理由会让你可以出门的。第一个理由就是上班，因为现在法国还是很多人要去上班的，就比如说医生、护士，或者就像我妈妈守医员，因为他们在食物商店工作，然后人也是要买吃的嘛，所以这些就是需要上班。第二个就是买吃的，第三个就是看病。如果你觉得跟 COVID-19一点都没有一样的病态，那你可以直接看你的医生，比如说打个针啊，或者就是一些很简单的身体问题、健康问题，你都可以去看一般的医生，就是你地区的医生，来解决这些健康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 COVID-19的话，你一定要打155号，就是我们的交互打电话号码吧，就是跟他们说，我发烧啊，我有点疼，背疼啊之类的，就是你这 COVID-19的病态的话，他们会觉得OK，要怎样怎样怎样，但是不要直接去看医生。第四个理由就是看别人，然后帮他们。如果你要给你的血的话，也是可以的，这个是第四个理由。第五个理由就是很多时间去跑步或者遛狗，因为有一些人就不住在一个很大的家里面，所以还是需要多多放吧，但是不要太长时间，然后也都要在我们家附近的地区。对，就是这种的，然后就写你的名字，你是什么时候出生，住在哪里，然后就选一个理由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今天几号，几月几号，然后签名。这个就是报纸上有印出来的，就是帮我们拿到。可是网络上就有，然后可以自己就拿随便一张纸，然后写一样的，也是可以的。其实有很多人就还是不太懂这些新的规矩，所以昨天就是18号，已经有4000个人就被罚款的。对，因为如果你不不按照这些规矩的话而去出门，就是还会被罚款的，因为哪里都有警察，会检查这些问题。然后到现在那个罚款就是135欧元，然后是大概4500台币。其实我觉得是不太贵，就是这些卫生的问题肯定要罚款嘛，因为很多法国人是如果真的不听话，然后就随便出去的话，我们可能这医院就没办法就是去面对这个病毒。但是这些新的规矩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对一些点，然后很多人就不太清楚，就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比如说谁可以去上班，这些其实政府都没有说，他们觉得就是看你的责任。然后，但是有一些公司虽然其实不需要工作，或者不一定要在公司里面工作，还是会觉得说你还是来上班吧。但是我个人觉得，我看外面，因为我家就有一个很大的路，然后常常有车位过来的。我自己觉得现在的状况还是很多车会弯来弯去，然后
就像一个一般法国周日的情况，飞机变得特别少。其实我家附近就是有波尔多的机场。第一天的时候，我发现很多的军人那种飞机，军队的飞机就过来了。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有点害怕，因为当一个法国人来说，我们的自由真的很重要的。这现在的卫生问题真是很夸张、很严重，还是得找一些办法。但是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，这么多警察有点不太好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好像被检查、被看的，政府什么都知道，好像不太对劲。然后最大的问题现在是法国没有口罩了。台湾人就跟我说，台湾没有很多口罩可以用的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其实法国是根本没有口罩了。其实中国开始面对那个病毒的时候，他们停止给我们口罩，因为他们就赶快就需要很多口罩给所有的中国人提供给他们，然后就面对这个病毒。其实法国就是中国加台湾就是8层的口罩，然后留下来的2层就是法国自己做的口罩，根本没有口罩给医生、给护士，或者给我妈妈用，因为她天天都要跟新的客人就是给服务，然后没有口罩。医院就是天天跟那个 COVID-19 的病人，就是救他们，但是没有口罩。现在法国就是在找一些办法去做更多的口罩。我知道中国也有给我们很多的口罩了。一开始法国只有1家公司会做口罩的，现在就有4家了，但是还是不够，所以我就自己找一些办法去保护我妈妈、我家人，好像是我同事啊之类的。我都是做一些布口罩的，就像这种，就是用旧的衣服来去做一些口罩，然后希望就是就可以保护一点点吧，因为反正没有口罩的话，还是要找办法。然后这些口罩我就会做一个洞在里面，这样可以放一些东西在里面，然后至少不会喷口水嘛。就很多台湾人就问我，为什么外国人不戴口罩？因为没有口罩，但是外国人本来也没有这个习惯，没有戴口罩也是没有特别严重去生病。我自己很少去看医生，真的很少去看医生。我除了感冒、流鼻涕，我也都不会生病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戴口罩的习惯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肺炎病毒的情况以后，法国肯定会有学到这个，法国人会慢慢就习惯去戴口罩了。我觉得，我看我自己做那些补口罩，很多人突然就问我也要啊，大家都很担心自己的健康了，然后很多法国人是在抱怨政府没有好好的准备口罩提供给人民。我知道是一个很难的问题，然后现在政府也不是想讨论过去的事情，现在是想解决现在的情况，因为现在没有口罩给人民戴，政府都会说人民不需要戴，然后你们就待在家，不出门，不见任何人，然后因为这样的话，如果人民不买口罩，他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医生、护士，那些真正的在帮那些病人去治疗那个病毒。然后其实我们政府情况就是我们已经换了一个卫生部长，
以前的其实我觉得是不太会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，所以他就离职了。然后现在我们有一个很懂事的卫生部长，所以我们就很有希望。我自己都不出门，我自己都在家，就是照顾我妹妹跟外公，我们就保持距离，然后不亲不抱，因为法国人很喜欢这样子，我们就很热情，我们喜欢亲，就是打招呼本来就是要亲脸颊或者握手，但是这些都不能去做了，所以有点奇怪，然后不习惯呢，但是还是要保持距离，大概1米或者2米就刚好。我自己的情况就是还好的，不出门也是还 OK 的，因为我住在波尔多的郊区，住一个比较大的家，我房子也是蛮大的，然后会有花园，所以其实如果太阳出来的话，我就还是可以晒太阳，所以就还蛮开心的。但是我就一直是在想一些比如在巴黎的大学生，他们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公寓里，通常是没有厕所，所以你们想想有多辛苦，就大概是这样子吧。真的谢谢你们访问我，然后我希望这是世界上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个病毒，然后会越来越好。我也想意大利这么严重，我替他们也要加油。我们法国人也是天天就晚上白天都会把手给我们的医生护士一说，谢谢辛苦了的，就代表这个 message 吧。好啦，谢谢今天听我的话，我要说的话，然后就拜拜喽。